是我熬了3个月的心血。我没有，这副绣品明明是我的原创。听说她就是林家前段时间刚找回来的亲生女儿，没想到这么上不了台面。这林雨柔虽是林家养女，绣商人品都是林家一手培养，这才是真正的大家闺秀。爸妈，你们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。你还有脸叫妈？2幅绣品一模一样，不是抄袭是什么？我们才刚把你从乡下找回来，你就这么丢我们林家的脸？怎么可能？我是宋绣冰纹影之法唯一传人，林雨柔的绣品怎么可能和我一模一样？雨柔被我们林家寄予厚望，从小被名师教导，你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，连抄都抄不明白。我让你抄，我们雨柔一针一线绣出来的东西，凭什么给你抄？不要，妈，这是我一针一线绣出来的心血。妈，姐姐一定是记恨我抢了她林家千金的位置，所以才抄袭我。你闭嘴，明明是你。闭嘴！我们林家没你这么丢人现眼的玩意儿。林婉星抄袭证据确凿，取消参赛资格，终身禁止参加刺绣行业赛事。为什么？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？为什么？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？姐姐，被冤枉的滋味好受吗？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你为什么能绣出和我一模一样的作品？告诉你也无妨，我会透视，无论你绣什么样式，我都能看见。所以，你就是用透视偷了我的心血？不然呢？你这种乡下来的野丫头，也配跟我争林家千金的位置？我没想跟你争，我流落在外18年，我只想有个完整的家。你想有家，那我怎么办？好姐姐，为了我一辈子的荣华富贵，你就去死吧！若有来生，我再也不要回到林家，我要让你们血债血偿。我重生了，回到了锦绣杯初雪开始的这一天。林雨柔，上一世你利用透视盗走了我的绣品，这一世我要让你自食恶果。姐姐，想什么呢？林雨柔，你还想和上一世一样，利用透视窃取我的作品？可惜我重生了，这一世我一定要让你成为全场最大的笑话。别碰我！姐姐，你这么凶干什么？我只是怕你紧张，过来跟你说说话，是吗？说话就说话，碰我的绣品干什么？姐姐，我只是想关心你，你为什么要用针扎我？你疯了！雨柔好心关心你，你竟然用针扎她！又是这套栽赃陷害的把戏。林婉星，你下手也太毒！雨柔这是用来刺绣的手，划伤了就废了。快，让妈妈看看。你女，立刻给雨柔道歉！凭什么？还敢顶嘴？看我不打死你！爸，你别打姐姐，我不疼的。林雨柔，装够了没有？姐姐，你在说什么？你假惺惺的走过来，不就是想抄我的绣样吗？他抄你，林婉星，你要不要脸？雨柔12岁就拿过全国少年组金奖，论绣功，她能当你祖宗。就算她靠近你，那也是她指点你。她指点我？我是失传已久的宋绣冰纹引针法唯一传人。放眼整个刺绣界，我排第2，谁敢称第1？雨柔一向听话懂事，她不像你，在外流落20年，学了那么多下三滥的歪心思。林婉星，家人疼我，就算你刺绣的能力强又如何呢？重活一世，没想到这群所谓的骨肉之亲
还是偏心他们的养女。既如此，我又何必过来当他林雨柔的绿叶？既然你们都觉得他林雨柔千好万好，那我林婉欣退出比赛。不行，你不能退！他要是退赛了，我抄谁的拳？林婉欣，我给你脸了！原本让你参赛就是给雨柔衬托当绿叶的，爱比就比，不比滚！听见了吗，好妹妹？我就不陪你比赛，你可要好好珍惜这个舞台啊！姐姐，你不能走！雨柔，他退他的，你慌什么？妈，您别怪姐姐了，她也是害怕真被我抢了风头。姐姐，你别退赛，大不了我给你道歉就是了。你果然还是怕了。林婉欣，你别太过分！你看不出来雨柔是顾及你的面子吗？如果林婉欣退赛，我抄谁的拳？一旦让林家发现我这么多年都在白花他们的钱，他们一定会把我赶出去的。姐姐，只要你肯留下比赛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真的什么都行？当然行，我留下比赛也行，但我这丝线都被捆成乱麻了，色号也乱了，没有绣线我怎么比赛？我帮你理清，还有我的绣绷，我帮你洗，我的袖针我给你磨。够了！天下哪有你这样的姐姐，故意欺负妹妹？我又没逼她，是她上赶着求我。林婉欣，我就让你先得意。我有透视，只要你参加比赛，从你绣第一针开始，胜利就是我的。记得把这10捆乱成麻的桑蚕丝按色号理清楚，绣绷用皂角水擦洗3遍，袖针全部用磨砂石抛光。姐姐，这样总行了吧？行，我留下。林婉欣，你终于还是上钩了。只要你留下，我就能照抄你的针法，拿下冠军。林雨柔，我知道你有透视系统，上一世我就是被你陷害，最终惨死。这一世，我一定不会让你诡计得逞，我等着看你自食恶果。第81届锦绣杯初选比赛正式开始。本次比赛一共2道题目，人物与山水，选手可2选1。我选人物，对，人物更容易出彩。姐姐，你选什么？我选山水。我也选山水。哦，这么巧，你要跟我选一样的？当然啦，我们是好姐妹嘛。林雨柔，你以为你还能像上一世一样抄袭我的作品，将我污蔑致死？好姐姐，不管你绣什么，我都能看到，你就等着身败名裂。我要开始绣喽，你可看好了，我的好妹妹。姐姐，你说什么呢？你绣你的，我绣我的。好姐姐，现在我们2个的较量才正式开始。怎么回事？他怎么还不开始？该死！他如果什么都不绣，我抄谁的拳？姐姐，你怎么还不开始啊？怎么，我不开始，你不知道怎么绣？当然不是。那我绣不绣，关你什么事？我只是怕你再拖下去，时间来不及了。你总不能交一张白卷吧？哼，雨柔，你管他那么多干什么？我看他根本就是不会绣，在那装模作样撑场面。早知道就不该让他来参赛。林婉欣，你要是不绣就滚，别丢我们林家的脸。别急，我也怕丢你们林家的脸，所以这场比赛我就要交白卷。你说什么？什么？姐姐，你怎么真要交白卷？没思路，与其绣一个差的砸自己招牌，还不如什么都不绣。可你这样丢的是我们林家的人呀，怕什么？林家不是一向以你为傲吗？你绣出来惊艳全场的作品不就行了？只要我不绣，你就抄不了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让你再得逞，你就等着自食恶果吧。林婉欣，你够了！不识好歹的东西，你妹妹是在关心你。你要是还想在林家继续待着，马上给你妹妹道歉！各位选手注意，比赛仅剩最后5分钟。完了，他不动手，我的透视系统就是个百无，我的天才人设就露馅了，这可怎么办？雨柔别紧张，你就大胆绣，爸爸妈妈对你有信心。对，爸爸已经订好了7星级酒店，等你夺冠了，咱们全家好好热闹热闹。
姐姐，我夺不夺冠没关系，爸爸既然已经订好了7星级酒店，我们就一起去吧。难道你不想得到爸爸妈妈的认可吗？不需要。雨柔，你别管他，你只管秀自己的。像他这种不识好歹的人，根本不配做我们林家人。姐姐，要不我帮你整理绣线吧？我都不急，你急什么？不会是我不绣，你也不会绣吧？姐姐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算我求你了，再不绣就真的来不及了。你果然还是跟上一世一样，等着抄我的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给你机会好好抄。太好了，就算只有5分钟，也足够我模仿林婉欣。你现在有多得意，等下身败名裂的时候就有多惨。第1步，入针定山河；第2步，翻手绣纹样。姐姐，你怎么又停了？思考。林雨柔，准备好了吗？这才是我精心为你准备的大礼。我要开始最后一步喽！快看，林雨柔的作品，远山近水，疏密有致，简直是完美。这山水花样灵动的像活过来一样。大家都在关注我，林婉欣，你注定会被我踩在脚下。林雨柔，你尽情得意吧，因为接下来就是你身败名裂的时刻。我明白了，他想修山水相遥，刚巧这一针法我会，等下就提前交卷。林婉欣，你还是会被扣上抄袭的头衔。距离比赛结束还有3分钟。老师，我要交卷。林雨柔竟然提前交卷了。同为林家女儿，你看那林婉欣，看着有模有样的，实际上就是个草。那当然，雨柔可是我们林氏刺绣未来的继承人。这位选手，请展示你的绣品。我从业30年，第一次见到如此完美的刺绣作品。是啊，没想到雨柔小小年纪，竟能绣出水平这么高的作品。虽然跟已经失传的宋绣冰纹引针法相比还差一截，可普通选手能做成这样，已经相当不错。不愧是雨柔，真给我们林家长脸。雨柔已经交卷了，你就别在那儿装模作样了。原本叫你来就是衬托雨柔的，现在他已经交卷了，你没用了，赶紧滚下来吧。哥哥，你别那么说，会伤姐姐心的。姐姐，我已经交卷了，你是不是也快了？走开！姐姐，你在遮掩什么呢？哎呀，姐姐，怎么你跟我绣的一模一样？你就算绣不出来，也不能抄袭我啊！什么？姐姐抄袭妹妹？我的天，这可是国际赛场，林婉欣当众抄袭其他选手的作品，她要不要脸？受害者还是她妹妹，太无耻了！林婉欣，你竟然真的抄袭你妹妹！丢人现眼的东西，看我今天不教训你！果然，重来一世，林家人依旧偏爱林雨柔，对我这个亲生女儿毫无信任。我还没绣完，你就这么着急替你的养女出头？几天前在家里，我和姐姐说过，想绣一幅这样的人像图，还跟姐姐描绘了我想绣的效果。没想到，姐姐今天竟然真的抄袭我！这林婉欣抄袭，居然还是蓄谋已久，太不要脸了！没想到啊，比赛上还能看姐妹互撕的大热闹。林婉欣，我最后说一遍，这幅作品是我纯原创。睁眼说瞎话！你和雨儿的作品明明一模一样，事实摆在面前，还敢狡辩？林雨柔，你确定你真要反咬一口，说我抄你的？那不然呢，姐姐？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。去帮我把炭盆拿来，我来告诉你们，我跟林雨柔的作品不一样在何处。炭盆？你要炭盆干什么？
李婉星，你疯了！姐姐，就算你百口莫辩，你也不至于当众烧毁绣品吧？急什么？我说了，我的绣品不可能跟你一模一样。这怎么可能？李婉星的绣作变了！神迹，简直就是神迹！各位，这才是我真正要提交的刺绣作品。这幅双龙戏珠、山水相融的绣品，针法精妙，暗藏机理，实在难得。怎么会这样？他到底用了什么针法？老师，他这是跑题，选的风景题，凭什么绣动物？没错，擅自改题违规，必须取消他的成绩。拿风景题绣人物，摆明了不把大赛规矩放在眼里。选了题还乱加内容，确实不合规矩吧？就是，都这么乱改，比赛还有什么公平可言？本次赛题由顾培山老所长亲自拟定，我做不了主，得请他到场裁决。哼，顾老出了名的严苛，肯定直接判他作废。那还用说，野路子的东西怎么可能入得了顾老的眼？这一世，我就凭这幅绣品拿下顾培山，彻底翻身。双龙戏珠，山水相融，正是我设下的本次大赛隐藏选题。顾老，这么多年，终于有人参透您的用意了。你立刻去比赛现场通知，我要亲自见这位选手。我有上一世的记忆，早知道这届大赛是有隐藏命题。姐姐，别心存侥幸，顾老最讨厌违规的人。狂妄自大，一点规矩都不懂，还不赶紧认错！流落在外10几年，半点教养都没有。赶紧道歉，等顾老来了判你跑题，你更丢人。就是，现在认错还能留点体面，别等下赶出去难堪。各位安静，顾老观赛后决定，破格收林家千金为关门弟子。老师，顾老说的林家千金是我吗？那还用说，肯定是我妹妹雨柔。除了雨柔，还有谁配当顾老的徒弟？顾老只提到绣出融合针法的林家小姐，并没指明具体是谁。到底是谁？结果还不一定呢。老师，不是我拆姐姐的台，她流落在外10几年，连正经绣针都没摸过。10几年没碰过绣针，那他怎么参赛的？不会是真的靠投机取巧吧？我早年确实温饱都成问题，全靠我师傅传下的针法，才得以参赛。他师傅？他师傅谁啊？管他是谁呢？她一个乡野丫头，谁知道从哪个旁门左道学的针法？顾老要收的肯定是我们雨柔。妈，同是林家女儿，你为什么处处向着她？心思狭隘，不懂规矩。雨柔乖巧懂事，当然是林家的好女儿。就是，雨柔比你强10000倍，你也配跟她比？流落在外那么多年，一身穷酸气，赶紧认清楚自己的位置。说到底，是林雨柔偷走了我的人生。我看当初把你找回家，本身就是个错误。没错，回来半个月净惹事儿，还不如不找。既然如此，林家有林雨柔一个女儿就够了。姐姐别生气，就算我成了顾老的徒弟，也不会不认你这个姐姐的。你根本没机会拜入顾老门下，就别假惺惺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说雨柔没机会，大言不惭！痴心妄想的东西！雨柔拿奖拿到手软，轮得到你说3道4？不知天高地厚，真以为绣个4不像就能翻天了？又抄袭又跑题的破烂，留着也是丢人。你妈也是为你好，免得事情曝光，丢尽林家的脸。从今往后，我与林家断绝所有关系。
姐姐，你快收回这话。我帮你向爸妈求情，你还能回林家做大小姐。我是林家亲女儿，回自己家，轮得到你一个外人求情？你才是外人，雨柔在我身边10几年，比你亲10000倍。我支持断亲，从今往后，我只有雨柔一个妹妹，我也一样，就认雨柔这个妹妹。话别说太满，林婉星，你自己想清楚，别事后反悔回来求我们。待在林家的每一年都让我觉得恶心。林家从今往后只有林雨柔一位千金。林婉星想断亲可以，先给雨柔道歉。你抄袭她的作品，这笔账还没算。就是，抄袭、跑题2样占全，必须给雨柔道歉。抄袭？林雨柔才是抄袭惯犯。胡说八道！你们位置离得那么远，雨柔怎么可能抄你的？姐姐怎么能这么污蔑我？我真的没有。顾老，您怎么亲自过来了？顾老，这2位都是林家的千金，先把你们的参赛绣品拿过来我看看。顾老您好，我是林氏刺绣的林振邦。顾老，这是我的参赛作品，请您指点。针法尚可，有基础。听见没？顾老夸雨柔了，徒弟之位稳了。我就知道，我们雨柔肯定没问题。在我的标准里，尚可和勉强及格没区别。我要找的根本不是眼前这幅绣品。顾老，为什么不认可雨柔？她可是林家正经的千金啊！就是，雨柔是林家最优秀的女儿，您要找的林家千金不是她是谁？您是不是搞错了？雨柔的绣品明明很好啊！我要找的是山水与双龙戏珠相融，暗藏冰纹肌理的作品。那幅绣品在哪里？那幅冰纹绣品刚才被剪碎了，就在那个姑娘的绣本盒里。把你的作品拿出来看看。这幅绣品恐怕没法给您看了。顾老，这幅绣品被指抄袭跑题，争执间被剪碎了。顾老，不好意思，让您看到这样残破的作品。破烂东西赶紧收拾走，别在这儿污了顾老的眼。就是，碎都碎了，还有什么好看的？赶紧扔了。姐姐，快把这些碎片收起来吧，别耽误顾老的时间。说说你的创作思路。我的想法是，游龙出于山海，山水与世间万物本就该融会贯通。这是失传20年的宋绣冰纹引针技法，竟然重现于世了。失传20年的技法，她一个孤儿怎么会？对呀，她流落在外那么多年，上哪儿得的真传？是谁剪碎了这幅绣品？是我。有眼无珠！小姑娘，你愿不愿意让我拜你为师？顾老什么身份，竟然要拜他为师？这也太倒反天罡了。就是啊，一个无名小姑娘，怎么担得起顾老拜师？这老头莫不是疯了？什么休谈泰斗，根本有眼无珠。顾老，抱歉，我不能答应。我师父临终前留有遗训，这门冰纹引针技法绝不外传。你还装上了？顾老那是客气抬举你，别贼脸不要脸！不知好歹的东西！顾老说要拜你为师，是他给你面子，你还仗势抖落起来，差不多就行了。
真当自己是什么大师了？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什么条件都可以商量。我说的很清楚，针法不外传，什么条件都不行。就算他秀法厉害，可他这作品明明跑题了。我当时出的题目是什么？你复述一遍。回顾老是人物与山水二选一，既有山水又有人物，融合的恰到好处，哪里跑题了？对啊，题目是二选一，又没说不能都有。这么说，这幅作品完全符合要求啊！不仅切题，完成度更是顶尖水准。顾老，可是他这作品是抄袭的。没错，是抄雨柔的，他根本秀不出这种水平。对，肯定是抄的。他一个外人怎么会冰文技法？抄袭？这种质量的绣品，你们绣一幅出来我看看。不动脑子的话少说。他从小衣食无照，根本没学过刺绣，怎么可能有水准呢？也没什么，天赋加上一点点运气就够了。不只是运气，我还有重来一世的底气。没有系统学习过，全靠天赋，这要是有名师指点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！你们都被他骗了，他就是抄的，抄我们雨柔的。这个贼丫头偷我们林家的针法，还倒打一耙，天理难容啊！我再说一遍，我没抄袭。谁抄袭，谁全家遭雷劈。姐姐，你怎么能拿爸妈的性命发誓？太过分了！您一把年纪了，当众撒泼难看不难看？赶紧起来！姐姐，你看你给妈气的，你快跟她道歉！别碰我！哎呦，好疼啊！林婉星，你竟敢推雨柔，心肠怎么这么歹毒？你次次欺负妹妹，还有没有一点做姐姐的样子？你心肝的东西，雨柔这么善良，你也下得去手？天地良心，我根本没用力，是她自己摔的。还敢诬陷雨柔，看你就是心思恶毒，是非不分，眼盲心瞎，你也配当我父亲？顾老就在这儿，你再忤逆不孝，就让保安把你赶出去！赶紧道歉，别在这丢人现眼！不关姐姐的事儿，是我自己没站稳。但姐姐抢我创意，害我没法拜顾老为师，总得补偿我一下吧。我补偿你？姐姐，你抢走爸妈和哥哥们的宠爱也就算了，连拜师机会都要抢吗？我什么都没抢，还有你的耳朵聋了吗？是顾老要拜我为师。小点声，吓到雨柔怎么办？不嫌丢人吗？他颠倒黑白的本事，用在刺绣上不好吗？你去跟顾老说说，收雨柔当徒弟，这事儿就算了。怎么，见顾老想拜我为师，就赶紧来套近乎了？你剪碎的冰纹引针绣品是失传20年的孤品，按市价超100万，必须照价赔偿。小姑娘，你坚持师门祖训，我尊重你。你性子直，我很欣赏。下周有个刺绣名家展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参展？乐意之至，谢谢顾老。林婉星，你别想顺顺利利参展，我一定会毁了你的一切。这就是他的绣品，看着也不怎么样，缺乏美感。就是，水平也就一般般，不知道怎么选上的。针法稀松平常，估计是走了后门才能挂在这儿。这是林婉星首次参展的作品，意义非凡。他都没正经学过刺绣，能有什么水平？
他在家总欺负妹妹，还常年抄袭别人的作品，人品不行，作品也好不到哪去。谁知道他和顾老是什么关系？不然凭他也配在这儿展出？凭什么他的作品挂最好的位置？不公平，德不配位。这种作品就不该出现在顶尖展会上。就是这种脏东西，烧了才干净。烧了！烧了！正宗风气！正宗风气！正宗风气！别啊！就算作品不好，也不能随便破坏艺术啊！哎呀，怎么着火啊？林婉欣得不到的东西，我也能亲手毁掉。顾老，您来了。我特意交代布展方，把你的第一幅参战作品挂全场最好的 C 位。多谢顾老费心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烧成这样啊？太可惜了！这种德不配位的作品，烧了也是罪有应得。国内顶尖刺绣展有严格标准，不合格的作品根本不可能展出。说这些有什么用？赶紧找水抢救吧，晚了就剩灰了。你这种恶毒的人，我见得多了。顾老，您怎么能打人？你扔打火机的瞬间，我和顾老刚进展厅，看得一清二楚。早知你品性这么卑劣，当初就不该让你参加锦绣杯的初赛。毁掉别人的作品，就是你对待刺绣的态度。烧都烧了，你没了作品，迟早被刺绣界除名。多谢你，刚好帮我完成了最后一针。您好，扇子借我一用。好，好啊！这个巧思，连我都自愧不如。太厉害了，居然还有这种设计，太有才华了！这构思太巧妙了，不愧是顾老看中的人。什么才华，就是凑巧而已。就是投机取巧罢了，没什么了不起。就这山水，我小学的时候就会绣了。承认别人优秀，就这么难吗？李雨柔，名字叫雨柔，心可一点都不善。顾老，您别说，林家起名还真有意思。林雨柔，名唤雨柔，却说尽歹话，毫无半分柔善。两位哥哥名字气宇轩昂，实则没半点难理。林婉欣，你别胡说八道！姐姐别开玩笑了，多不好。我没开玩笑，故意烧毁作品，你不应该给我个解释吗？多大点事儿，解释什么？你别矫情了。就是，不过是场意外，没必要闹那么难看。犯了错只知道护着，是非不分。你们这哥哥当的不合格。这件事，他林雨柔必须承担后果。柔柔，你怎么了？林婉欣，秀展结束，你立刻跟我回家。爸，你看，柔柔又被林婉欣那个贱人欺负晕了，在展会上被他气得晕倒，太过分了。这是怎么了？赶紧送医院啊！耽误了病情怎么办？爸，我没事，不用去医院，回家歇会儿就好。肯定是被气得血压升高才晕的。等他回来，我饶不了他，必须让他给柔柔道歉，不然这事没完。吴妈，快给小姐倒杯热牛奶过来。哎，来了，先生。吴妈，你去楼上把林婉萱的行李收拾出来，让她赶紧滚蛋。少爷，怎么，本少爷使唤不动你了是吧？不是的，少爷，林婉欣她不住楼上。不住楼上？那她住哪儿？总不能住地下室吧？开玩笑，难不成住狗窝？别卖关子，说清楚，大小姐到底住哪儿？大小姐她住在车库。
车库没窗、没空调、没暖气，怎么住人？他怎么会住那儿？车库里什么都没有，连张正经床都没有。一开始二小姐说缺绣房，大小姐就把房间腾出来了。后来太太说缺衣帽间，大小姐又搬了一次。再后来先生说要扩书房，让大小姐搬去1楼。结果1楼那间房被大少爷拿去给二小姐的小狗皮皮住了，二少爷也堆了杂物。他后来问我住哪儿，我随手指了下车库，谁知道他真去住了。你糊涂！林家千金住车库，传出去丢死人了。住都住了，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就是，现在重点是柔柔受了委屈，得先处理她的事儿。对，老公，林婉欣欺负柔柔的事儿，你可不能不管。你先下去吧，等他回来我亲自问。你还有脸回来？说你在展会上怎么给柔柔难堪了？我什么时候给她难堪了？我本来还不信，现在看你这态度，8成就是你干的。让你给柔柔道歉，你当自己先坐下了，懂不懂规矩？姐姐，别叫我姐姐，我和林家已经没关系了。你要发火，先问清楚柔柔到底受了什么委屈再说。柔柔，你说他怎么欺负你了？姐姐说我心不纯，还说我不如她优秀。你本就心术不正，我没说错。你不说前因后果，那我来说，你在展会上亲手烧了我的绣品。什么？柔柔，你真做了这种事？不是的吧？是我手滑不小心，都怪他用易燃丝线刺绣。手滑？那你说我会被刺绣界除名的话，也是不小心。还有，心不纯这3个字是顾老说的，不是我编的。不对，你又不抽烟，哪来的打火机？这你就要问你的好儿子了。好端端的扯我干什么？那你好端端的把打火机拿出来干什么？大家都看不上那副破绣品，就算我不拿，也总有人烧。大少爷递工具，二小姐动手，夫人帮腔，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外人。林泽宇，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是，但是爸，柔柔真的是不小心。她是不是不小心先不说，她是真的蠢。当时我要是计较，她现在已经在安保室了。婉星，多亏你顾及林家颜面，爸爸补偿你，给你发2倍生活费。林婉星，爸都给你台阶了，你笑什么？2倍不够，那3倍，3倍总行了吧？就算给100倍也没用，0的多少倍都是0。0？你少装可怜！回家这么久，没给过你生活费？不可能！我和柔柔每个月20万零花钱，你怎么可能没有？说起这个，我倒想起刚回家的时候。谢谢妈。妈，为什么妹妹过生日有红包？你能跟你妹妹比吗？明年再给你补。承诺的生日红包我从来没收到过，更别说什么生活费。这么多年，真的没给过？你别看我，这事不归我管。吴妈，你进来。他这些年靠什么生活？你说。大小姐放学去邻居家做家教，还捡家里的废品卖钱，我一个保姆都看着心疼。回林家这些年，我没花过1分钱，没占过1间房。你们为了一个养女，3番5次找我麻烦，我倒想问问，她到底是你的养女还是亲女儿？先生，我要告发太太，她隐瞒了二小姐的真实身世。吴妈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先生，我在林家24年，从没扯过半句话。把话说清楚，什么叫隐瞒身世？二小姐根本不是从福利院收养的，是太太亲生的。吴妈，你怎么能这样污蔑我和妈妈？吴妈，这种话可不能乱说。当年我妈亲自从福利院抱回雨柔，我们全家都在场。大少爷，
您记不记得20年前的夏天，那年老爷去荆州谈绣庄合作，整整11个月没回家。没错，那年我去谈宋绣技艺合作，去了快1年。您走后刚3个月，太太就说回娘家养病，一去就是半年。等太太再回林家，怀里就抱了半岁的2小姐。你闭嘴！我那是气血不足，回娘家调理。原来不是养女，是私生女，难怪偏心到骨子里。妈，吴妈说的是真的吗？连你也不信我，一个庸人的话也能信？太太，前几天我听见您打电话，说绝不能让先生知道。苏慧兰，她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？老公，你别信他，肯定是林婉欣收买了这个老东西。是你记恨我偏心雨柔，就只是诬骂污蔑我。我可没那么大本事，能让你家20年的佣人被逐。爸，您别听吴妈胡说，我从小在您身边长大，我就是您的亲女儿啊。爸，您先别急，说不定是误会。吴妈，你空口无凭，有什么证据？2少爷，当年太太的产检单，我收拾旧房间时见过。太太娘家的张妈当年全程伺候，也知道这件事。你竟然骗了我整整20年！我没有，我冤枉啊！我嫁给你20年，给你生了2个儿子。演，接着演，真是一场好戏。爸，你要是不信，我们就做亲子鉴定。糟了，怎么顺口说出来了？一做鉴定，要是真的，我们母女就全完了。好，明天就去做亲子鉴定。柔柔，鉴定绝对不能做，一做我们就全露馅了。妈，那怎么办啊？爸都已经拍板决定了。你别急，我认识鉴定中心的王主任，我花点钱打点一下，到时候把样本换掉就行。还是妈你有办法？吓死我了！都怪林婉欣这个丧门星，她不回来什么事都没有。顾老，您找我。婉欣啊，你的冰纹隐针复刻版被藏家看中了，对方出价300万，想收你那幅《寒江独钓图》。顾老，您拿主意就行，我这边都听您安排。300万，他一幅绣品能卖300万。之前名家展那幅烧过的都炒到天价了。婉欣啊，你看家里最近事儿多，柔柔因为没得奖，家里的绣庄生意也难做，要不你这300万先借给家里周转一下。我那300万就是烧了，也不会给林家留一分。你这孩子，一家人哪有什么隔夜仇？过去是妈不对，以后一定补偿你。补偿我？不需要，你还是操心操心你的私生女吧。亲子鉴定一出，谁是一家人还不一定。好了，收起你的心思，出结果了通知我一声，这场好戏我一定来看。苏慧兰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怎么会？我明明打点过了。完了，全完了！王主任居然骗我！妈，雨柔真的是你的亲女儿，你居然是妈的私生女！雨柔是我亲生的又怎么样？我嫁给你20年，给你生了泽宇、泽轩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柔柔陪了你们20年，难道还抵不过一张纸？你骗了我20年，让我替别人养女儿！养我20年怎么？这20年我替林家拿了多少奖，赚了多少刺绣订单的名声？要不是你突然回来，什么事都不会有。自己身世有问题，也能怪到我头上？就是怪你！你不回来，我永远是林家大小姐。锦绣杯冠军是我的，顾老徒弟是我的，林家一切都是我的。靠偷来的东西，你也配？立刻带着你的私生女，立刻滚出林家！我不管，我是林家明媒正娶的夫人。你要是敢赶我走，
雨作雪也别认你这个爹！妈，你别闹了，做错事就要认。你这样撒泼，只会更让人看不起。爸，我错了，我也是受害者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您别赶我走。之前烧我绣品、栽赃我抄袭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无辜？婉星，之前是哥不对，哥以前瞎了眼，总帮着雨柔欺负你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是啊，妹妹，以前是我们不好，以后哥补偿你。不必了，我受不起。现在知道后悔了。前世我惨死的时候，你们在哪？都是你这个丧门星！你回来家就散了！妈，你别无理取闹了。大小姐，顾老排车来接您了，说全国刺绣峰会要开始了。等等，峰会是不是业内大佬都在？刚好你也带雨柔一起去见见世面。是啊，姐姐，我也能帮你拎东西打下手。不必，我用不起你这位大小姐。婉星，正好你带几幅林家绣庄的样品去，要是能拿下几个订单，也算是你为家里做贡献了。林家绣庄的事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妹妹，我知道你还在记恨之前的事，可我们毕竟是一家人。是呀，都是一家人，哪有真断绝关系的？给爸个台阶下。当初把我赶去车库住的时候，怎么不说一家人？我住车库捡废品换钱的时候，你们的台阶在哪儿？以为不带我去我就没办法了？我偷偷跟过去，照样能偷他的针法。这位就是林婉星小友，失传的宋绣冰纹引针技法，就是他一手复原的。真是年少有为，后生可畏啊！冰纹引针，我一定要偷到手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只能看到表层的普通平针，底层的针法看不清？早就防着你这手了，想偷我的针法，下辈子吧。这针法我也会，什么失传技法，根本就是普通平针改了个名字。这姑娘谁啊？口气这么大？好像是林家的养女，之前锦绣杯传过抄袭的事儿。我现在就秀给你们看。不可能，透视看到的明明就是这个针法，怎么会不对？我看你没了线，下我拿什么参评？婉星不在，爸，我们这样过来会不会太唐突了？他现在势头正好，我们得抓紧修复关系。要是能借他的名气盘活绣庄，林家也能再上一个台阶。谁在那里？出来！你居然干这种事！我就是看不惯他太嚣张。妹妹，你放心，哥帮你理，一定理好。不用，断了刚好。本来还在愁怎么做出残盒肌理，这倒是送上门的素材。林老师，参品环节快轮到您了。婉星，线都断了，怎么参品啊？这线都断成这样了，怎么完成作品？我就说他没真本事，离了那些花里胡哨的噱头，什么都不是。化苦朽为神奇，这才是真功夫。
本次峰会金奖授予林婉欣选手，她将代表我们参加下半年的国际刺绣艺术展。我是他妈，这奖也我们林家的功劳。我与林家早已断绝关系，我的荣誉和林家没有半分关系。有黑幕，你们肯定收了好处。这位选手，锦绣杯抄袭竞赛的处分忘了，再扰乱会场，我们将通报全行业，永久拉黑。看看你教的好女儿，今天把林家的脸都丢尽了。丢尽脸又怎么样？你敢赶我们走，我就把绣庄税务的事全捅出去。妈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爸也是在气头上，你别火上浇油。滚！现在就给我滚！我不滚，我是林家明媒正娶的。周老板吗？我有笔生意和你谈，我知道冰文引针的秘密，还能帮你搞垮林婉欣。条件是什么？我要周氏绣庄首席绣师的位置。好。林婉欣，你不让我好过，你也别想安生。这次国际展，对手不容下举。苏氏绣庄有一手失传的缂丝绒绣，很难对付。缂丝绒绣，师傅教过我基础。当真？那可是国宝级的技法。这一次，我要让宋绣真正站上国际舞台。你真能拿到冰文引针的技法？那当然了，他的针法我都见过。只要你给我首席绣师的位置，我保证帮你打垮林婉欣。口说无凭，你先办件事证明你的本事。林婉欣这次准备参展的绣料，你要提前做手脚，以防万一。顾老的顾培珊珊工作室看管很严，我怕。哈，你连绣品都敢烧，这点小事就怕了？好，我干。妹妹，我们来看看你，这是你爱吃的杨梅，刚摘的。不必了，我不需要。之前是哥不对，哥给你道歉。爸说了，绣庄以后也有你的一份，你回去吧。林家的东西，我不稀罕。当初把我赶去车库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有今天？这可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慢慢来吧，总能打动他。这大晚上的，总觉得有动静。不对，这批线怎么掉色？怎么了？顾老，这批线被人动过手脚，正常的桑蚕丝固色工艺，不可能一搓就掉色。有人故意搞破坏，去查昨晚的仓库监控，看谁进去过。好的，顾老，我这就去。除了林雨柔，没人会干这种事。上次烧我绣品没得逞，这次换回我绣料了。婉欣，实在不行就换批新料。国际展还有半个月，重新备料也来得及。不用，这批线刚好能派上用场。您看，我用草木灰加明紡固色处理过的丝线，不仅不褪色，还能增加丝质的光泽。好啊，这比传统固色工艺效果还好。你这哪里是遇难，分明是要创出新技术啊！也多亏了有人搞破坏，逼我想出新法子。林雨柔想让我栽跟头，我偏要借这个机会更上一层楼。干得不错，林婉欣这次肯定慌了。那是自然，那批线他半个月都补不全，国际展他拿不出像样的作品，只能退赛。等他退赛那天，就任命你为我们周氏绣庄首席绣师。周老板，到时候我一定帮您拿下行业第一。怎么样？
他肯回来了吗？不肯，态度坚决得很。也难怪，之前我们确实太过分了。他现在势头越来越盛，要是能把他请回来，咱们秀庄就能起死回生。哼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是会点歪门邪道？我看他那技法，指不定是从哪儿偷来的。妈，你别这么说，婉欣她是真有本事。怎么？你开始维护他了？这绣品颜色不对啊，我怎么看着像是掉色了？工艺也太不合格了。不会吧？顾老推荐的作品也会出问题？这要是国际展上掉色，可就丢大人了。不会的，我姐姐很用心的。可能只是光线问题吧。周老板，话可不能乱说。顾老，事实摆在眼前，您还要护着他。不信你们自己摸，一手都是肤色。别碰，碰坏了你赔不起。怎么，心虚了？怕我拆穿你？不仅没掉色，颜色反而更亮了。这是什么工艺？这是我新研发的草木固色技法，100年不变色。丝线经过特殊处理，耐水耐晒，100年不变色。这项技术可是行业首创。怎么会这样？明明到了褪色药剂，怎么反而更好了？周老板，这人你应该认识吧？周氏绣庄的首席绣师，半夜溜进我顾培山工作室仓库。顾老，这是他个人行为，我根本不知情，都是他自作主张。是吗？你真的没有指使他？要不，我去问问林雨柔。这件事我会通报行业协会，周氏绣庄永久拉黑。至于林雨柔，行业内永不录用。柔柔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周老板把我开除了，他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身上，我怎么办啊，妈？你真去毁人家绣料了？你怎么敢的？我还不是为了林家，我怕他压垮咱们绣庄啊！你凶他干什么？他也是好心。你这是歪门邪道，根本没用。现在好了，全行业都知道了，咱们绣庄更难了。国际刺绣艺术展的正式邀请函下来了，组委会特意点名让你做开场主旨发言。谢谢顾老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师傅，您看到了吗？您教我的针法终于要走向世界了。林婉欣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接下来我要彻底打败你。蚕丝针，原来林家真有这种失传针法。只要练会这个，林婉欣的冰纹隐针算什么？林婉欣，等国际展上我拿出这套祖传针法，看你还怎么风光。这幅姑苏盛景用双面异色打底，思路很好。国外评委最看重传统技法的创新，你这个稳拿高分。还是您指点的好，我再细化一下水纹。林家人来了，让他们进来吧。婉欣啊，听说你要去参加国际展了，我们特意过来，想问问能不能带绣庄的样品去，就挂在展区角落就行，沾沾你的光。不行，国际展代表的是国家刺绣水准，不是林家的展销会。可我们是一家人啊，你带自家生意怎么了？当初赶我去车库的时候，
怎么不说一家人？这里是创作的地方，请回吧。现在想来攀关系，晚了。你负责3楼展区的卫生，别乱碰展品。这次展会级别高，出一点差错，我们都担待不起。您放心，我肯定好好干。林婉欣，我混进来了，这次看你怎么躲。位置很好，明天开幕，肯定惊艳全场。总觉得还有点细节可以再打磨，水纹的光影感还可以再立体一点。果然是好东西，可惜明天就要给我当电导师了。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我脚滑了。这个背影怎么这么像林雨柔？加强展区巡逻，别让闲杂人等靠近。是，顾老。肯定是他，又想搞什么鬼？太神奇了，双面异色的山水像活过来一样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宋绣吗？太惊艳了！这幅作品用的是冰纹引针技法，融合了双面异色绣，意在通过针线传递东方山水的意境。他抄袭，他偷了我的家传针法！居然有抄袭丑闻，这可是国际展啊！大新闻！顶尖选手偷师祖传针法。没错，谭思真是我们林家的秘传。对，林婉欣的针法肯定是偷的，她从小流落在外，怎么可能会祖传技法？就是你偷的，你嫉妒我有祖传针法。好啊，那你说说缠丝针的核心走针次序是什么？针法是祖训，不能外传。他就是偷了我家的绣谱才学会的。缠丝针根本不是林家独有，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技法，现在已经渐渐失传。你练的只是半吊子仿法，走针次序全错了。针脚僵硬，丝线张力不对，确实是错的。和金奖作品的技法完全不是一个水准。你胡说！你就是怕我抢了你的风头！麻烦拿一套绣具过来。真正的古法缠丝针是顺丝走针，先横后竖。你练的错法是逆丝硬拉，先竖后横，绣品2年就会脱线。这位林雨柔之前就多次抄袭回品，锦绣杯上就因抄袭被终生禁赛，行业内早有通报。查到了，他确实有抄袭前科，还烧过展会作品。刚才不是喊得很凶吗？怎么走了？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我们也是被他骗了。女士，请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放开我！我没错，是他陷害我！婉欣，这次是爸不对，我们不该信林雨柔的鬼话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是啊，妹妹，我们也是被他蒙蔽了，以后我们肯定信你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说完了，说完就走吧。我和林家早就没关系了，别再来找我。林婉欣，你别太过分！肉肉都被带走了，你就不能手下留情吗？他自己做的事，自己承担后果。当初他毁我绣品、泼我脏水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留情？再闹，就连你们一起请出去！烂泥扶不上墙，以后只会更麻烦。获得本届国际刺绣艺术展金奖的是林婉欣。感谢组委会，感谢我的恩师，未来我会让更多人看到宋绣的魅力。林小姐，我是苏氏绣庄海外负责人，我们想邀请您担任全球技术顾问，待遇您随便开。苏氏绣庄，
就是顾老说的那个对手。我们庄主很欣赏您的技法，想和您深度合作。又出什么事了？顾老，我们接到消息，赶过来时，展柜已经被砸开了。前后不到10分钟，这片区的监控刚好故障，什么都没拍到。立刻封锁全馆，所有出入口，所有工作人员一个一个排查，不许漏人。不对，玻璃是从内侧碎裂的。展柜的电子锁是完好的，对方有内部权限，砸玻璃只是障眼法。内鬼就在展馆工作人员里。您确定？这可不是小事儿。太遗憾了，这么优秀的作品居然失窃。要是实在找不回来，本届金奖恐怕要重新评定了。不劳苏先生费心，作品一定会找回来。苏先生好像一点都不意外。我只是替林小姐可惜。不必可惜，丢了的东西，我能再绣一幅更好的。再绣一幅，这可是金奖作品，2天闭门怎么可能？太年轻气盛了，这可是国际展，不是过家家。林小姐别意气用事。顾老，给我一间专属工作室，闭幕前我一定交出完整的参展作品。好，我信你。想重绣，我看你怎么顺顺利利绣得成。原版的每一帧走线我都刻在脑子里，这次还能优化水纹层次。怎么回事？地上怎么这么滑？果然动手了，速度还真快。刚放出重绣的消息，就有人盗油，摆明了不想让我完成。万星，听说你要重绣作品，我们过来看看。我们带了点吃的，你别熬坏了身子。有什么跑腿打杂的活，你尽管吩咐，我们搭把手。你们来的时候，有没有看到可疑的人？没有啊，走廊空荡荡的，没见人。谁这么缺德？居然在顾培山工作室门口倒油！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，柔柔都被带走了，你还闹？不就是丢了幅绣品吗？至于把整个展馆搅得鸡犬不宁？作品被盗和林雨柔没关系，当然没关系。柔柔都被关着，怎么可能偷东西？是不是他干的？查清楚就知道了。麻烦调下这层楼半小时内的人员出入记录。好的，林小姐，马上就来。我们别在这碍事儿了。苏慧兰反应这么大，多半知道内情。林小姐，半小时前苏氏绣庄的人来过这层楼。林小姐，您这装的也太像了，不演的真一点，调不出背后的人。你放消息出去，就说我滑倒扎伤了右手，没法按时完成。您是想引蛇出洞，让对方放松警惕？苏氏绣庄既然费尽心机搞破坏，肯定盯着我的进度。林小姐，听说你受伤了，我特意带了记者朋友过来，看看有没有能帮忙的地方。不必了，我需要休息，恕不接待。你看，我就说他太意气用事，现在手受伤了，不仅拿不到奖，还丢了行业的脸。苏先生，话别说太满。顾老，事实摆在眼前，总不能自欺欺人。这次金奖非林雨柔莫属。不急，看作品说话。现在得意，等闭幕有你好看的。这次加上云纹渐变针法，层次感会比原版好上1倍。林小姐，您这速度也太快了！还有最后一部分水纹，天亮前就能收尾。做得好，等闭幕金奖到手，奖金翻倍。他手都废了，我看他拿什么跟我争？都这个点了还不见作品，林婉星，该不会真拿不出来吧？金奖要是重新判定，那可就好看了。接下来有请本届金奖得主林婉星女士。装模作样，我看他能拿出什么东西。
太完美了，比之前的作品还要惊艳。这种针法的细腻度简直是行业奇迹。不可能，他的手不是受伤了吗？苏先生好像很失望，很可惜，让你白费心思。你在说什么？苏先生，请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我们在你展馆的专属储物间找到了被盗的金奖作品。你们凭什么私搜我的储物间？这是你凌晨潜入展区的画面。是林雨柔，是他给我出的主意。果然和林雨柔脱不了干系，他还想兴风作浪。经查实，是林雨柔托熟人联系了苏氏绣庄，他提供展馆内部人员信息，苏氏负责动手偷作品，想让林小姐在展会上丢脸。不可能，柔柔不会做这种蠢事儿的。都是你惯的，你看看他都成什么样了。偷国际展的作品，这可是犯罪，他这辈子都毁了。之前抄袭毁绣品也就算了，这次竟然敢偷展品，该怎么处理就按法律来。他做的每一件事都该自己承担后果。婉欣，你救救柔柔，你去跟主办方说不追究了，好不好？三妈求你了。不可能，他毁我绣品，泼我脏水，偷我作品，哪一件都不能算了。婉欣，爸知道以前对不起你，林家绣庄现在订单越来越少，你能不能带带家里的生意？是啊，妹妹，你现在名气大了，拉家里一把，都是一家人，总不能看着祖上传下来的绣庄倒了吧？我和林家早就不是一家人了。婉欣，有2个消息。好消息是，官方要收藏你的作品，外国协会也发了巡回邀请。坏消息是，林家绣庄在外打着你的旗号接单。真是不消停，居然敢打着我的旗号招摇撞骗。就是个宣传，我们也是想让绣庄好起来。立刻停止所有宣传，公开道歉，不然我直接走法律程序。你至于吗？用你个名头怎么啦？顾老，出国的行程先缓2天，有些账得先一笔一笔算清楚。这可是我们家大小姐亲传的针法。真的假的？林婉欣居然回林家绣庄了？那还有假？亲父女哪能真断绝关系？林老师，我们特意过来买您的同款绣品。各位，我和林家绣庄没有合作，这里的所有作品都和我没有半分关系。婉欣，有话我们后面说，别当着顾客的面。你故意来砸场子是不是？你姓林，绣庄就有你的一份，用你名头怎么啦？这种劣质画仙线也敢打我的旗号？针法粗糙，走线错位，挂我的名字，是想砸我的招牌？妹妹，就是借个名头宣传一下。绣庄最近生意不好，我们也是没办法，都是一家人，你就当帮家里一把。我再说一遍，我和林家不是一家人。3天之内撤掉所有虚假宣传，登报公开道歉，不然我直接起诉侵权。咱们法庭见。假货！你们打着林老师旗号卖假货，退款！大家都别买了，这店骗人的，根本不是林婉欣的作品。我买了3幅，全退！什么？荆州那笔100万订单要撤？林小姐，他们用您的名义接了8笔大单，全部记下来，一笔一笔算。他就是个白眼狼，看着自家绣庄倒闭都不帮。
早知道当初就不该把他找回来，就是个讨债鬼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顾客天天上门闹退款，供货商也在催款，账上的钱撑不了几天了。哭就知道哭，想办法呀！我有办法，我们就对外说他忘恩负义，得了奖就不认家人。网友最吃这套，舆论压过去，他总得顾及名声。这样不好吧？传出去对林家名声也不好。都什么时候了还顾名声？秀庄倒了都喝西北风。我的天，原来林婉欣竟然是个白眼狼！林家都出来指证他了，一定是真的。林小姐，网上全是骂您的评论，好多合作都动摇了。婉欣，需要我出面澄清吗？不用，他们要闹就闹大点，正好趁这个机会把所有旧账一起算清楚。我的天，原来他在林家过得这么惨，住车库捡废品，合着林家吸血不成反咬一口，也太恶心了吧！都是你出的馊主意，现在全行业都知道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他怎么会有这么多证据？所有订单都黄了，供货商也起诉了，秀庄怕是撑不过这个月了。柔柔肯定有办法，我明天就去见他。这只是开始，你们欠我的，我会一点一点讨回来。柔柔，你就躲在这种地方啊？妈给你炖了汤，你快趁热喝点儿。别管这些，林婉欣现在是不是很得意？她的成交公益绣坊马上要开业了，到处都在夸她心善。心善，她也配？你听我的，把秀庄的老绣工全挖走，再找人去她开业现场闹，就说她偷了林家祖传针法。我要她的成交公益绣坊从开张第一天就臭名远扬。可是闹大了会不会查到你头上？放心，没人知道我躲在这儿。你让泽宇、泽轩出面，天塌下来有林家顶着。林婉欣，你别想顺顺利利开成交公益绣坊，我绝不会让你好过。你这个公益坊是行业里头一份心意，能让更多孩子接触送绣，比拿10个金奖都有意义。针要稳，线要平，慢慢来。我小时候想学刺绣，连根像样的针都没有。我不想再有孩子像我一样，有天赋却没机会碰针线。林小姐，林家那边在联络行业里的绣工，他们到处放话说您的冰纹引针是偷林家祖传的。随他们去，就怕他们不来闹，来了正好把所有旧账一次性算清楚。针法都是偷林家的，林家待他不薄，他反过来抢自家生意，忘恩负义。终于来了，我就在等你。妹妹，你就认个错吧，就是林家传下来的针法，你道个歉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他从小流落在外，偷学了林家技法，现在出名了就翻脸不认人，连自家绣庄都踩。你说我偷林家针法，那你说说，冰纹引针的起针点在绣布的什么位置？当然是从左上角起针。外行都知道冰纹针从中心起针，这也太假了。来，当场绣一段。你要是能绣出半段冰纹肌理，我立刻关门道歉。太神奇了，这就是失传多年的宋绣冰纹引针。连基础针法都不会，也敢来闹事？说吧，是谁派你们来的？给了你们多少钱？我查到了，他们的酬劳都是苏慧兰个人账户转的。回去告诉苏慧兰，
再搞小动作，一起告。恶意诽谤败坏行业名声，直接走正规流程处理。这就是他们想出来的招数，太不堪一击了。麻烦通报一下，我们找婉欣道歉。林小姐说了，不见。他凭什么不见？我们是他爸妈，就算我们有不对的地方，他也不能真不认亲人啊！有话就在这儿说，别耽误我时间。婉欣，以前是爸不对，爸不该偏心，不该让你住车库，爸给你道歉。妹妹，以前是哥瞎了眼，总帮着外人欺负你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们这一次吧。以前是我不好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可秀庄快倒闭了，你总不能看着林家祖业没了吧？原来不是来道歉，是来求我救秀庄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不可能。当初你们冷眼旁观的时候，就该想到今天，伤害已经造成了，不是一句道歉就能抹平的。婉欣，国外巡回展的正式合同到了，对方希望你带着宋秀技法去做3个月的交流讲决。好，我去。是我们对不起你，你好好发展，以后我们不打扰你了。没用的东西，连个成交公益绣坊都搞不定，他居然还要去外国交流，凭什么的好事都是他的？柔柔，妈真的没办法了，秀庄也快撑不住了。我还有最后一招，你去我卧室床底下把那本封皮的旧账册找出来，里面记着秀庄这些年走账的所有明细。他不是想风光出国吗？我就拉着整个林家给我陪葬。柔柔，这不行啊，查出来要出大事的。怕什么？大不了鱼死网破。林婉欣，我保过谁也别想好过。师傅，您说过针线要用来传善意，不是争输赢。您放心，我会把宋绣传下去，帮更多像我一样的孩子。林家绣庄被人上报财务有问题，相关部门已经上门核查。林雨柔居然连林家自己都不放过，随他们去吧，林家的事和我无关。林老板，这货款拖了3个月了，今天必须结，不然我们就拉走店里的货抵债。再宽限几天，我一定想办法。好好的绣庄，怎么就成这样了？爸，要不我们再去求求婉欣，只要她肯伸手帮一把，秀庄就能活过来。走吧，再去试试。外国那边的展馆都布置好了，就等你过去。协会那边也定了，等你回来，正式接任副会长。谢谢您一路扶持，我一定不辜负。婆婆，您教我的针法，终于要走向更远的地方了。林家人又来求见，不见，就说我忙着准备出国的事。他们在门口站着不肯走，真是没完没了。林婉欣，我看你带着一堆破烂怎么出国参展？又来毁我的东西，你就这点本事？我就是要毁了你的一切！凭什么你生来就是林家千金？凭什么所有好事都是你的？我们林家养了你20年，你就是这么回报我们的？柔柔，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啊？养我？你们不过是拿我当林婉欣的替代品。秀庄的财务问题是我告发的，公益坊闹事也是我安排的，我就是要看着林家垮，看着林婉欣身败名裂。原来之前所有事都是你干的，我们白疼了你20年。疼我？你们疼的只是听话的傀儡。多次恶意损毁作品，行业内永久拉黑，所有损失按市价全额赔偿。不会就这么算了的？你最好算了，再闹，代价你付不起。
你们有今天，都是自找的。婉星，500万，这是500万，是爸一点心意，你拿着出国用，就当补偿你。以前是妈不对，妈给你赔不是，你就原谅我们，回林家吧，家里以后都听你的。不必了，我不缺钱，也不会回林家。妹妹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以后我们好好补偿你。是啊，家里的房间都给你收拾好了，你想住多久住多久。不用了，当初我住车库捡废品的时候，你们没想过；我被冤枉抄袭滚出林家的时候，你们没想过道歉。伤害已经造成了，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抹平的。我不会原谅你们，也不会回去。以后别再来找我了。是爸对不起你，是爸糊涂。妹妹，在国外照顾好自己。迟来的歉意比草都轻。手腕放松，不用攥那么紧，针要顺着丝走。林老师，我以后也能像你一样厉害吗？只要好好练，一定可以。工艺坊的事儿我都安排好了，我每周会过来2次，你放心出国就行。辛苦您了，师傅。跟我客气什么？这也是我的心愿。爸，我们放下吧，别再打扰他了。他现在过得很好，比在林家的时候好太多了。林小姐，他们把东西放门口了，分给孩子们吧。过往的恩怨就到这里了，往后我只为自己而活。好好的家怎么就散了呢？秀庄抵了债，只能换个小房子住了。林雨柔赔了一大笔钱，现在人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听说林家绣庄倒闭了，欠了不少钱。都是偏心闹的，放着亲女儿不疼，疼个养不熟的。到了那边注意身体，有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。您放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。林老师，期待您载誉归来。谢谢，我一定把宋绣的魅力带给更多人。是爸对不起你，你好好的。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，别再拖累他了。他值得更好的人生。太不可思议了，针线居然能做出这样的效果。东方艺术太有魅力了，我想学习这种针法。恭喜林婉欣女士获得本届艺术展最高荣誉。感谢大家认可宋绣的魅力，未来我会继续深耕传统技法，让更多人看见东方刺绣之美。好样的，没给咱们宋绣丢脸。都是您教的好。工艺坊那边还好吗？好得很，孩子们都进步很大，就等你回来验收。婆婆，我一定会把您留下的全套宋绣针法好好传承下去，让更多的人见识东方刺绣独有的风骨与温柔。
回来了，国外反响很好，协会那边都传开了。承蒙您照顾，工艺坊这里一切顺利吧？孩子们进步很大，有几幅作品被美术馆看中了。这条水纹的丝线可以再顺一些，整体会更灵动。老师，我们想学您那种双面异色针法。一步步来，先把基础打牢。林小姐，市里要办传统技艺振兴展，特意点名请您做开幕嘉宾。回复他们，我愿意参加。把宋绣推得更远，是我这一世的使命。这次振兴展，苏氏绣庄也会派人来。苏氏，他们不是被行业拉黑了吗？换了个新负责人，说是要洗心革面。只要堂堂正正竞争，我不怕任何人。你现在的名声和技艺，已经不需要怕谁了。这一世，我只想安安静静做针线，把师傅的技法传下去。林婉欣的作品每次都有新意，这次不知道又有什么惊喜。听说他这次带来了双面异色全景山水，业内都在等。林老师您好，我是苏氏绣庄新任负责人苏锦。你好，久仰。之前的事，我代表苏氏向您郑重道歉。往后我们公平竞争。好，我接受。这位苏锦口碑不错，是实干派。只要不使阴招，我愿意给同行留余地。太快了，针法一上一下像流水一样，这就是失传的宋绣，一上一下穿针走线也太美了。针法的灵魂在耐心和心境，技术可以练，心要静。林老师，我能不能请您到苏氏绣庄指导一次？我们想转型做正统宋绣。可以，只要你们真心想做技艺传承，我不介意帮一把。这一世，我要让行业里的每个人都能堂堂正正的做手艺。冰纹引针的核心在双面走线，正面和背面要一致。林老师，背面走线总是歪，有什么技巧？手腕放平，针尖从背面穿出时，用手指压住丝线。您这一讲，我们少走好几年弯路。技法不难，难的是坚持。苏氏底子不差，别急。帮对手进步，才是真正的自信。林老师，我想聘请您做苏氏的技术顾问，待遇您定。顾问可以，但我不参与经营，只教技艺。这就够了。苏氏以后只做正统宋绣。难得苏氏愿意转型，这是行业好事。我每月来2次，先把基础针法和你们捋一遍。谢谢您，苏氏一定不负您所托。这一世，我要让宋绣重新成为行业主流。林小姐，这次报名人数比上次多了1倍，慢慢来，场地够用，教得仔细些。市里要评选非遗传承示范基地，工艺坊条件很符合。如果能评上，对学徒们以后发展更有帮助。我已经帮你把材料递上去了，应该问题不大。工艺坊越做越大，婆婆应该会很欣慰。今天教大家做双面绣的基本功。
正反两面都要整齐。老师，双面绣最难的在哪里？难在两面丝线张力要完全一样，否则会变形。老师，练这个要多久才能出师？3年打底，10年才有自己的风格。刺绣急不来，用心教，总会有人接住这根针。林婉欣女士的工艺坊在传承宋绣方面成绩突出，培养学徒数量和质量都达标，符合示范基地标准。稳了。这个基地是为了更多人，不是我一个人。经评审，城郊工艺绣坊正式列为市级非遗传承示范基地。感谢认可，我会继续努力，把宋绣传给更多人。这是林婉欣用一针一线换来的荣誉，大家为她鼓掌。这个基地不只是我的，是每一个学绣的人的家。老师，我们一定好好学，不丢您的脸。好好学，以后你们也能成为别人的老师。重生一次，我终于活成了师傅期待的模样。下一步，我们准备做宋绣教材，把针法系统整理出来。市里愿意出资支持出版，到时候全国推广。整理教材是大事，你打算从哪入手？从最基础的起针收针开始，一直写到双面异色和冰纹引针。老师，我们能不能参与编写？当然，你们的手艺都够格，每人负责一张。把记忆写成书，100年后还有人能看懂宋绣。师傅，您教我的每一针，我都记在心里。这本书写出来，宋绣就再也不会失传了。林老师，听说您要出教材，我愿意出资支持出版。苏轼有心了，这份心意我收下。这本教材是宋绣的根基之作，将来全国刺绣院校都能用。老师画的示意图太清楚了，一看就懂。这一世，我没有白活。走到今天这一步，不容易。谢谢您一路帮我，没有您就没有今天的我。是你自己争气，我只是推了一把。往后日子，我只想安安静静教绣写书，这就够了，对得起你师傅，也对得起你自己。余生很长，针线为伴，心安即是归处。宋绣的未来在年轻人手里，我们一起努力，一起努力。上辈子含冤而死，这辈子逆风翻盘，往后余生，我只忠于刺绣，忠于自己。